所以印度的战略核能力，无论是首先使用还是不首先使用，所能够实现的战略威慑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。这也是国际社会迟迟不肯承认印度也是核大国之一的主要原因。印度如果为了民族自豪感去开发一些核导弹以及核能力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但你要真的是想拿这些东西来吓唬什么人，那就实在是太不理智了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印度积极的试验各种型号的导弹，是瞄准要使用核弹吗？欧亚时报报道说，自从2020年初印度挑起和中国的边境对峙以来，印度方面呢已经测试了多种导弹系统，其中的一些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。这些实验不得不让人怀疑，印度是不是在重新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呢？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没有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，但是不首先使用不等于不使用，也不等于不搞研发。印度作为一个掌握了核武器技术的国家，投入大气力开发小型化的核弹头，发展多样化的投送手段，都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。我认为也不必把印度的核打击能力看得太过玄乎，因为迄今为止，印度虽然独立自主地搞出了核武器，但是它的工业体系并不完整，还不具备大规模的生产制造核武器这个能力，以及核武器运载工具的能力。在5大核国家当中，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法国都是具备这种基础条件的。英国并不具备开发核武器的能力，所以它现役的核弹都是从美国进口的。从印度的工业水平看呢，至今还不能提供像样的成套的设备，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为自己的核工业提供完全独立自主的支撑。类似的情况在印度的其他的武器装备当中也非常的普遍，比如说作战飞机、军舰、坦克、火炮等等，离开了国外的技术援助，甚至于直接提供关键的分系统，印度国防工业几乎什么都造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印度或许可以通过科研的方式解决在靶场上引爆几颗核弹的问题，但是要想规模化的把核弹头装上导弹发射出去，还有能够在准确的地点炸响，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。至少还要用时间来证明印度具备这种能力。当然了，这并不是说印度的核力量完全没有威胁。印度是一个拥有航天发射能力的国家，也就是说印度的投送工具还是有一定的可靠性的。印度在2020年的10月试射了自己的烈火5弹道导弹，据说它的射程可以达到8000公里。印度是中国的邻国，8000公里的射程足以覆盖中国全境，所以对印度的核力量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一般来说，要压制另外一个国家的核力量，有先发制人打击和拦截2种手段。到目前为止印度的远程导弹都采用了液体燃料，在今天的航空航天侦察监视手段之下，印度想要秘密的修建发射井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。而且印度社会的组织程度比较低，像修建核导弹发射井这么重大的工程是很难掩人耳目的。这就为先发制人打击提供了比较好的情报基础。过去因为导弹的精度不高，为了压制另外一个国家的导弹发射井，进攻的一方必须发射大当量的核武器，才能够实现彻底的摧毁。但是如今随着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飞速发展，进攻的一方就不一定要动用核武器了，用高超音速导弹就能够实现精准的压制。而且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快，威力大，被攻击的一方很难保证自己的核导弹发射装置不被摧毁。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拦截。中国方面拥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，就是可以在喜马拉雅山上修建面向印度方向的导弹预警雷达，凭借着海拔高度上的优势，可以有效地克服地球的曲力带来的探测盲区，实现远距离的预警，为拦截系统提供比较可靠的情报支持。另外，我们中国的导弹预警卫星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。至于说印度有没有可能把核弹头装在巡航导弹上面，印度的工业水平离这个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。巡航导弹是一种体积相对较小的武器，美国当年装备在战斧巡航导弹上的核弹头小到1个人就可以抱着走，
这显然不是今天的印度工业所能够做到的。所以印度的战略核能力，无论是首先使用还是不首先使用，所能够实现的战略威慑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。这也是国际社会迟迟不肯承认印度也是核大国之一的主要原因。印度如果为了民族自豪感去开发一些核导弹以及核能力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但你要真的是想拿这些东西来吓唬什么人，那就实在是太不理智了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